最近 OpenClaw 实在是太火了啊！我们公司当然也在几台 Linux 机器上部署了这个 OpenClaw， 并接入飞书。目前来看的话，我感觉还是蛮实用的。当然 OpenClaw 这个东西本身有一些概念，不管是在它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具体使用的时候，不是特别明晰。所以呢，我用 Notebook 做了一个学习笔记，这个学习笔记是公开的，待会儿会直接发在评论区里面。然后这个笔记呢，是辅助我来学习 OpenClaw 以及怎么部署，还有最终进化。这些资料的来源呢，在我之前的视频中有讲到怎么去添加来源，以及通过这个 Deep Research 或者 Fast Research 在网络中搜索新的来源。那么整个添加了42个知识来源，这些资料介绍了 OpenClaw 开源的 AI 自动化助手，支持在本地或者云端部署。它和那个就是传统的浏览器对话框，比如说 GPT 啊 ，GPT 就是传统的浏览器对话框嘛。跟这些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在于它可以直接控制电脑系统执行任务，以及集成这个 Telegram、WhatsApp 还有飞书等通讯软件，支持用户手机指令办公。而且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具备长效记忆的能力，因为我们部署在机器上的嘛。另外，目前还有一个叫做 EvoMap 的一个东西，是用来进行自我进化的，我也加入了这个知识的来源。总之这个 OpenClaw 被视为能够24小时乘以7天不间断运行的数字员工，或者叫硅基员工，标志着 AI 从简单的聊天工具向自主执行代理的重大改变。希望这个东西能让Cursor降点价，便宜一点。目前我自己使用来看，Cursor的20刀的会员好像确实用量变多了，应该也是被这些更好用的工具冲击所导致的吧。OK， 怎么样快速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当然是通过来源生成思维导图，我这里已经生成了，看一下 OpenClaw。 什么是 OpenClaw， 对吧？一个自托管的 AI 助手框架，创始人，品牌演变，这个可以稍微记一下是标志，就小龙虾嘛，就是 OpenAI 收购了创始人，并且成立了基金会，所以它未来的成长也是有保障的，因为是正好被收购了嘛。核心功能与架构，它有5层架构，一个是网关，控制平面和多罗夫用；第二个是通道，适配这些聊天工具软件；3是路由与对话，进行逻辑管理与隔离；实战的时候可能就是代理运行以及工具执行。它具备长效记忆的功能 ，Soul 是灵魂 ，Memory 记忆嘛，然后就是 User。还有一个主动代理设置，就是心跳检测 Crawl 任务。这个思维导图有任何部分，如果我们看不太懂的话，直接点的话，在对话里面也会进行回答。等待一下。核心架构理念是将一个被动的聊天机器人转变成一个7乘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主动式的数字操作员或 AI 员工。在这一架构中网关是核心的控制平面，负责管理多渠道连接、绘画状态以及自动化的任务。心跳机制会在设定的时间间隔在后台执行周期性检查。与独立的任务不同，心跳检查会被打包成一个单一的 AI 交互人次，并且共享用户主绘画的上下文。 OK， 大概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继续学习。重要的就是部署方式，就是 Mac 以及通过 VPS。 倒是也有 Windows 的推荐方案，就是要安装一个 WSL2 嘛，就是模拟 Linux 系统。Docker Serverless 托管，就是有这么几种。然后这方式怎么去做的，就直接点击或者直接在这里问嘛。关于 OpenClaw 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也是大家经常在 YouTube 频道上会看到的，就是关于它 Skill 的这么一个功能。Skill 与自动化有一个技能市场这是它的优势，叫做 Cloud Hub， 有很多非常优质的 Skill，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应用场景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公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代码生成嘛。
然后就是自我进化的机制。这个 SOP 的话，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叫做胶囊。具体的话，后面还会再讲。好了，通过思维导图这一步，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OpenGlow 是什么东西。第二步，我一般会生成一个报告。这里简单先生成一个快速入门。生成完了，看一下试试。文档中比较有价值的就在这个一键安装的部分。OK， 它要求我们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 Node.js 环境啊，还有硬件配置啊，以及网络的情况，网络需要能够连接到 AI 模型。2月19号，那就是前几天有一个重大更新，不再局限于屏幕，而是在身体啊，主要是这个台湾机动，以及通过 Apple Watch 作为动作触发器感知你的临场状态。前面那些步骤跑完了之后啊，OpenGlow 在我大脑中基本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了，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大致要怎么部署，能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我们都有了解了。后面呢，因为每个人对于知识的了解程度不一样，学习能力也不一样，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后续的处理。比如这里我会根据我自身的情况额外再生成一个报告，以特定解决我当前来说我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痛点。我在 YouTube 上我看很多视频上面提的比较多的就是 skill 这个东西，好像 OpenGlow 跟 skill 的关联特别紧密一样，所以我想自制一个格式啊，投入实战。这也是 Notebook LM 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自制格式。这个技能系统深度实战全书也写好了。OK， 这个就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点，就是内置技能需要激活以及多通道架构，使用 OpenGlow Skill List 可以查看。哇，很强大！除了有大量这种预制的 skill 给我们使用之外，我们也可以去接入自己的 skill。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之前提到的 SOP 胶囊，打造个人专属的胶囊。这个也是最近在视频中有看到，自定义技能是企业或个人独特竞争力的体现，我们称之为 SOP 胶囊，一种可移植、可复用的逻辑资产。比如我们做智能化的 SaaS， 就可以把与之相关的编程的、需求相关的以及测试相关的内容打造成一个胶囊体，这样可以一键复制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使用。当然了，OpenGlow 最终极的形态还是 Evolve， 就是自我进化。我为什么要在知识库中加入 EvolveMap 的知识？我个人认为这是 OpenGlow 最有价值的竞争点。未来也许 OpenGlow 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龙头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自我进化的东西。它通过消化 Heatbit 产生的遥控流日志，实现技能的自适应进化、进化逻辑、错误纠错三元组现象，例如数据库连接超时，猜测是端口被占用或者服务挂掉。Strategy 策略尝试就是执行 Docker Restart DB， 结果是否恢复，然后进化胶囊。通过反复博弈提取成功的基因，封装为进化胶囊，在社区分享，让一个代理踩过的坑成为全球代理共同免疫力。总结就是构建你的天才 AI 代理王国。你的任务不再是手动编写脚本，而是设计技能 SOP。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了，祝大家能够早日构建属于你的永不停歇的 AI 代理王国。我是可乐，我们下期再见。求关注。